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周二圆满落幕，运油20空中加油机首次向公众展示。从轰6到轰油6，从运20再到运油20，中国空军装备的每一次升级发展都牵动着国人的心弦。空军公布运油20参与中俄联合巡航现场视频，大国重器如何助力战略空军决胜明天？对于确保一个体系的这种远程机动和对敌人纵深目标的打击，运油20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举行了21天的联合作战演习落幕，为何敏感？台海局势紧张美印就在这个西部搞这种联合演习，明显就是说一种牵制一种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动作。美印还要在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不足100公里的地方举行名为“准备战争”的联合军演，中方如何有力反制？大国重器震撼亮相，长空利剑炫舞蓝天。今天，2022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及长春航空展成功落幕。为期5天的活动由空中表演、地面展示、空军发布3大板块构成，为全国人民献上了一场蓝天盛宴。最引人关注的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首次向公众零距离展示，歼20高难度飞行表演破空而来。空军实战化训练新成就如何彰显打赢底气？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带来现场观察。这次航展呢，有很多我们空军最先进的这些战机啊，比如说运20，还有那个歼20这一次还专门过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运油20空中加油机，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空军的日益强盛。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日益强大。我看见坦克、直升飞机、大飞机，我特别喜欢。8月26号，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开幕，空军歼20、运20、运油20等20系列战机集中亮相，运油20更是首次向社会公众展示。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身后的明星。运油20空中加油机，许多观众都是直奔这里，期望来近距离感受一下胖妞家族的新成员。从轰6到轰油6，从运20再到运油20，中国空军装备的每一次升级发展都牵动着国人的心弦。走近来看，在运油20机翼的两端，发动机的旁边各有一个空中加油吊舱。加油软管就是从加油吊舱这里释放到机身后方，它可以大大提高受油机的作战半径，这也就是空中力量倍增器的由来。绕到侧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运油20的另一大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它机身下方的主起落架短舱的尾部是进行了外形的气动优化。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加油机在飞行时机身产生的涡流，以确保受油机能够更安全地保持飞行的姿态。而在尾部舱门喷涂的这4道距离标识线用处也极大，有了它作为参考，受油机的飞行员便能够更好地把控两机之间的相对距离，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相对的速度。空中加油就犹如在针尖上跳芭蕾，保持相对的稳定、静止是成功的关键。运油20空中加油机首秀长春，再度成为焦点话题。空中加油机可大幅提升战机的航程，是战略空军必备的装备。那么，空中加油技术是怎么来的？目前世界有哪些空中加油技术呢？1948年，第一架专用加油机 KB-29M 装备美军，它采用曲形软管加油装置，但暴露出空中对接不稳定的难题。1949年，英国空中加油公司试验成功软管锥套加油装置，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难题。1950年，波音公司开发了伸缩套管加油装置及著名的波音碳管，这一技术使用到了 KB-29P 加油机上。至此，世界上有了2种空中加油技术，人们习惯把软管锥套加油装置称为软管加油，把伸缩套管加油装置称为硬管加油。软管加油装置通过加油吊舱放出加油软管，受油机飞行员操纵飞机，使受油探头与加油锥套对接，顶开锥套内的单向活门，实现加油。软管加油技术可以同时为多架飞机加油，还可以给直升机加油。缺点是加油速度较慢，受大气稳流影响较大，对受油机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较高。
硬管加油装置由伸缩式加油管、压力供油机构和控制机构组成，加油对接主要由加油员完成。其优点是加油速度较快，适于给大飞机加油，对受油机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较低。缺点是一次只能为一架飞机加油，而且无法给直升机加油。各国曾有空中加油的软硬之争，但事实证明两者各有长处。我国的运油20未来会否增设第3加油点，具备硬管加油能力，助力战略空军振翅远航？让我们拭目以待。空中加油是战机提高航程、增大载弹量、延长留空时间的重要手段。过去，我国军机无法完全覆盖国家广袤的海疆与空域。20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家决定实施空中加油工程。经过科研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1991年6月，轰油6首飞成功，结束了我国军机不能空中加油的历史。据悉，新加入20系列的中国空军运油20脱胎于运20，不仅能自主生产、快速列装，而且性能远超轰油6和1.78加油机。值得关注的是，8月24号，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公布了2张照片，一是运油20、歼20、歼16 3款空军明星装备的首张同框照，展示了运油20给歼20、歼16空中加油的瞬间。二是申进科大校展示了歼20、歼16、歼10C 空中3剑客登上小学生课本科学封面，而运油20与空中3剑客已多次开展海上航线空中加油训练。这意味着歼20、歼16、歼10C 等战机的作战半径会因为运油20的伴随暴涨上千公里，空中滞留时间也会增加，空军战斗力得到强有力补足。此外，中国空军运油20飞行员杨明辉8月27号在长春表示，根据任务需求，运油20可身兼双职，实现加油机与运输机状态的转换，担负与运20相同的作战任务。周一，空军首次公布运油20参与中俄联合巡航现场视频。视频中，运油20正在为一架歼16战机进行空中加油。申进科大校还透露，空军运20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长空千里眼，云天中军帐。在最受关注的运油20旁边，还展出有空警200和空警5002款预警机。预警机常用于搜寻、监视敌方目标和引导指挥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空警200的平衡木和空警500的大圆盘是其最具辨识度的外形特征。预警机就像是一个空中指挥所，它集预警探测、指挥控制、情报侦察、通信导航等功能于一体，是运油20出征的最佳搭档，也是空军信息化装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9号，东部战区空军就出动空警500预警机、歼16等歼击机、运9干扰机、运油20加油机等军机，重点演练制空作战、空中加油、对海支援等科目，锤炼复杂电磁环境下联合风控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构建了以这种深厚的预警机为骨干的空地一体的这样的预警探测和指挥信息系统。整个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在一点能够发现空情的时候，这种网络化的体系可以全网都可以知道，所以态势感知能力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此外呢，从这种装备的展示过程中间展示出来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装备体系啊，我们这种规模化的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也有了一个大幅度提升。空军的这种战略能力与以往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改观，所以在建设战略空军这个方面呢，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就。长春的天空中，空军多款战机精彩登场，极具实战意义的飞行动作展示和炫酷的飞行编队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深圳卫视记者观察，共有歼20、运20、歼16等30多架飞机炫舞蓝天，空军多位首飞试飞员和现役飞行员现场分享精彩的飞行故事。换装了中国新的歼20，正在我们的上空虎啸龙吟，机翼表面的气流清晰可见。
驾驶它的飞行员正是刚刚参加完绕岛实战化演训的。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双机大坡度爬升、滚转、筋斗、行云流水，精彩绝伦，引得现场的所有人阵阵欢呼。歼20威龙、运20鲲鹏、歼16潜龙、歼11B应龙、歼10猛龙、直10霹雳火、直8神雕、教10猎鹰、教8雄鹰、出教6雏鹰。人民空军的多型现役战机劲舞苍穹，不仅奉献了一场蓝天盛宴，更展示了空军装备捍卫祖国空天安全的能力。最引人关注的是歼20双机飞行表演，大仰角上升转弯、滚转、下降急转。双机在低空通场时放下起落架，将歼20低空低速的机动性能与编队协同战术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歼20采取了大坡度盘旋，然后急跃升，回转之后迅速下降高度。这种高度的快速变换和水平机动性能与垂直机动性能之间的转换，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战术意义。在作战中，它能够迅速地抓住敌人战机来进行攻击，或者利用自己的这种机动来摆脱敌人的攻击。空军第1支列装歼20的作战部队王海大队的飞行员参加了空中表演。歼20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的列装不仅改变了空军主战飞机的构成，也带来了作战理念、战术战法的变革，展现了空军战略转型新成就、空军力量新发展，在空军体系对抗演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空军新作战能力跃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歼20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战机，它从工程验证机到首飞再到量产装备作战部队，只用了7年的时间，速度已经大大超过美军的 F-22和 F-35隐身战机。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在记者会上表示，国家航空装备飞速发展，歼20也在与时俱进，能力不断跃升。歼20飞机2017年底装备了部队，到我现在为止仍然与时俱进，各方面能力和当初装备部队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相信呢，歼20这一国之重器在我们今后这个保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中，必定不辱使命，创立奇功。运油20在地面静静接受观众热切的目光，好兄弟鲲鹏运20运输机则在空中表演中小露身手，展示了低空小速度通场、大坡度盘旋等多个单机飞行动作。运20空中飞行展示指挥员李成明大校表示，运20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战场适应能力强，可以快速实现作战能力的远程机动和兵力部署，是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一款标志性、支撑性、战略性武器装备。列装6年来，运20执行任务没有昼夜之分，没有平原高原之分，没有陆上海上之分，在听令起飞中遂行多样化任务，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我所在的部队就是空军首支列装运20飞机的部队。2016年6月，我部首装运20飞机。首装6年来，我们驾驶运20上高原、飞远海、出国门，历经烽火磨砺，早已破茧成蝶，换羽高飞。胖有已成长，骁勇善战的9天鲲鹏。值得关注的是，在8月27号的记者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就6次重复了“历史永远铭记”，并公开歼5、歼10、歼16、歼20、运20、直20首飞试飞员名单。歼16首飞试飞员李国恩告诉记者，70年来，中国的试飞力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转变。中国试飞员队伍成长已经实现了体系化、系统化、规模化。可以负责任地说，今天中国的试飞员队伍已经可以与西方强国比肩。作为一名老飞员、试飞员，空军永远的一份子，我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和自豪。
申进科大校表示，试飞员队伍是人民军队战斗力建设和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一员。从组建初期的战伤飞机修复试飞，到相继把歼20、运20、直20等大国重器飞上蓝天，列装部队，推动新中国航空武器装备实现历史性跨越。70年来，空军试飞员群体承载中华民族千百年航空梦想，矢志奋战的强军兴装的最前沿，用热血、智慧、汗水乃至生命，谱写航空武器装备建设的辉煌篇章。美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举行了21天的联合作战演习落幕，为何敏感？中方如何有力反制？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本周一，美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举行了21天的联合作战演习落幕，又官宣了10月起要在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不足100公里的地方举行名为“准备战争”的联合军演。这2次演习的地点为何敏感？美印演练重点为高原山地作战，又剑指何方？美印军演触犯了中印有关协议，中方又该如何有力反制？本期节目，评论员曹卫东、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8月8号至29号，英美特种部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喜马偕尔邦进行了为期21天的霹雳2022联合作战演习。这是两国第13届霹雳演习，其中美军人员来自陆军第1特种部队群和空军特种战术中队，印军人员来自陆军伞兵团特种部队营。2支部队都是美印特种作战的精锐力量。霹雳年度演习在美印间轮流举行。印度陆军在声明中表示，霹雳2022联合演习旨在共享联合任务规划和作战战术等领域的最佳实践和经验，并提高两国特种部队间的互操作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喜马偕尔邦平均海拔2300米以上，紧邻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从时间点上来说呢，美印就在这个西部搞这种联合演习，明显就是说一种牵制，一种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动作。此次演习中，美军特遣队由第1特种部队群和空军特种战术中队组成，而印度陆军特遣队由 SFTS 训练的伞兵团特种部队组成。这个美军的这个第1特战啊，就是它是隶属于陆军的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可以说是它是有备而来的，专门针对这个区域。而且它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跟海军就海豹突击队有点不一样。这个陆军特种部队呢，他爱交朋友，就是所谓的交朋友，就是说我跟你一块儿演习，我跟你一块儿训练，那么这个互相之间呢增进了解，这个互相之间呢增进友谊。那么将来呢，我在这个区域的军事行动呢，你就是我的盟友。所以说，美国特别爱用这个陆军特种部队搞这种军事外交。根据美国陆军声明，演习期间，两军在模拟山区地形的常规和非常规场景中联合训练、计划执行一系列特种作战、反恐行动、空中作战。我注意到就是这次他们的演习包括这种精准的空投空降的演练，这方面呢，过去这个印度和美国是没有开展这方面的业务的。那么这个呢，也是特种作战兵力投送非常之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当然了，这个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呢，他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他把这个压箱底的技能拿出来，跟印度人一起这个演练，让印度人去学习，那就足以说明呢，这个演习的规格这次是前所未有的高。霹雳2022结束1个多月后，10月14号至31号，美印将在印度北阿肯德邦的奥利地区举行年度的陆军准备战争联合军演。实际上，印美两国自2002年就已经启动准备战争联合军演项目，模拟丛林、山地、高海拔等不同条件下的作战状况。
从2004年起，印美双方决定轮流举办该项目，而今年的第18次演习地点位于印度北阿肯德邦奥利山区，距中印两国边界实际控制线仅约95公里。这也是该军演项目首次来到中印边界附近。奥利隶属于北阿肯德邦杰莫利县，而杰莫利县北部有855平方公里为中印边界争议领土。据美媒报道指出，演习的主要目的是让美军在印度军队的带路下熟悉某些气候和地理环境。而此次演习决定在中印争议地区进行，也符合美国近年来拉拢印度以对抗中国的政策。靠近中印边境，尤其是双方有争议地区的军演，100公里之内，实际上就是会加剧地区内的紧张局势所以说这个呢，绝对是破坏区域和平的一个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17次准备战争军演，双方在印度的主要演习地点分布在东北部靠近缅甸的米佐拉姆邦丛林地区和西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地带，而此次演习地点位处海拔3000米左右，演练重点就是提升高原山地作战能力。美国阿拉斯加州陆军部队前指挥官彼得·安德里希亚克少将表示，过往的演习主要是在沙漠环境中进行，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如今重点是多山的寒冷环境。对于演练环境的改变，评论员朱江明分析指出，过去美印更加注重包括反恐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而由于恐怖分子活跃于中东、中亚以及阿富汗等沙漠地区，因此演习环境更倾向于沙漠。如今美印将演习地点放在高原山地，则显示出美军预想的作战地域已经转变。它回到说所谓大国竞争的这么一个体制之后呢，对咱们中国的话，它肯定是在这个东南或者说是西北那么这些区域去活动。那么这些区域无非就是一个是山地山地可能还涉及到像印度这种高寒山地那个甚至乎是冰原气候、冰川气候的这么一种条件下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东南沿海地区，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说近年来这个美军的训练这个非常之重视这种丛林战也就是说它专注于这个东南地区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呢这是它整个的这个作战目标的改变，也是它的一个这种训练体制的改变。对于美印在中印敏感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笑回应：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双方通过各层级保持着有效沟通，并一致同意通过双边对话妥善处理有关事态。我们坚决反对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根据中印两国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协定精神，双方不得在实控线附近地区开展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实际上，由于军工落后，印度不得不求助于美国。早在2012年底，印度就向美国求购145门 M777式155毫米轻型榴弹炮，配合运输直升机调运使用，能拥有较为出色的作战能力。为此，印度专门购买了15架 CH-47支弩干重型运输直升机。此外，印度还向美国购买了 C-17战略运输机、C-130J 战术运输机，以便快速将军队物资运输到印度边境机场，快速提升边境地区的军事实力。尽管美国山地师从数量上远不及印度山地师部队，甚至只有唯一一支山地师——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但这支山地师综合能力不容小觑。其中，它的机动力和反坦克能力都很强，同时拥有4个榴弹炮营，可以在任何地形和气象条件下进行火力支援，并可一次打击27个集团目标。最重要的是，美军第10山地师还有一个电子情报侦察营。美军第10山地师还曾受邀向印度传授经验。过去呢，就是这个确实呢，他以美国为师这个第10山地师去教了他很多东西。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美军呢教会他的最大的东西就是
如何打一场现代化的山地作战，而不是过去完全靠轻步兵这样的这个老的山地作战。后来呢，因为印度他自己这个搞了很多年的这种实战，包括说是这种近乎于实战的部署，这种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他也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给美国人所以说这双方呢就一拍即合。近日，美国与印度举行了霹雳2022联演，双方还计划在10月举行准备战争军演，并且地点就在距离中印边境线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中国国防部对此回应道：“根据中印两国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协定精神，双方不得在实控线附近地区开展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请教一下白先生，既然协议已经白纸黑字写明，印度为什么还要和美国在这里演习呢？印度的很多人虽然一方面宣称这个印度在全世界高纬度地区或者在很多领域，他认为他自己是全世界能够排到前几位的，但同时呢，印度实际上也深刻地了解到自己在装备体系、在军事工业、在方方面面，实际上跟中美之间的差距又特别的明显。那么，所以我们说，对于印度来讲，他现在呢把美国人拉进来，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做一个拉大旗做虎皮的这种事情希望狐假虎威，希望在所谓美国人的这个参与之下，那么印度的腰杆能够真正的挺起来。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方面当然是希望增加在南亚次大陆的军事存在，更希望从喜马拉雅方向上对中国造成一种围堵之势。所以呢，美国方面也愿意跟印度方面去参与到整个的这个事态之中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呢，就像它介入南海、台海是一样的。那么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它当然是希望在这个区域实现军事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能够获利。但是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呢，在无论是喜马拉雅方向还是在这个南海、台海，它的存在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有分析指，美印这2场演习实际上规模有限，从军事层面来看价值较低，但信号意义较强，是这样吗，白先生？那么这些演习通常就是双方一般是营级，很少我们说到团级以上的单位。那么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还是一个是实兵实弹的那种战场上的实操演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涂上计算机兵棋我们都知道，印度方面之前在这个高原区域实际上是花了大钱从西方买了很多这种老旧的这个，甚至我们说包括防寒作战服这样的装备那么现在呢，美国方面国内很多人认为呢，就是可以直接向印度出口所谓最先进的高纬度作战的这些装备这些装备呢，印度方面认为获得之后将会有效提升自己在山地，尤其是这种高纬度高寒区域的作战能力。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演习呢，即便它的规模不见得很大，但是我们说对于未来印度在整个这个相关区域的装备的发展，包括组织的更新，包括甚至我们说整个军队的改革，可能都会有一定影响。而对于美国来说呢，规模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一方面在军火上可能获利，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在南亚次大陆增加自己的军事存在。那么这种所谓的存在呢，对美国来讲似乎意义还是很大的。请教一下曹先生，无论是8月举行的美印霹雳2022联合作战演习，还是10月即将举行的美印准备战争军演，都是强调在高海拔地区进行，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印边境主要是在高海拔的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那么既然美国要和印度在这个区域里边进行演习，显然它的这个针对性非常强，就是在中印边境这个方向，因为它在这个高海拔的地区进行相关的军事演练呢，就是要检验人员在这个高海拔也就是缺氧的环境中，它如何去适应。还有一个呢，就是武器装备如何在这个山区，如何在高海拔的地区进行运送，还有就是实际的使用。因为我们知道印度从美国购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 M777 这样的大口径的榴弹炮，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在高海拔的地区使用，它的效果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运到这个区域里边来，那么这个呢可能在就是美国和印度的军事演习中呢都要使用到。还有呢，它要检验在这个区域展开这种军事演训的之后，人员能不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美印罕见在中印边界附近地区演习，对于美国公然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反制？曹先生，我们对这个美国和印度
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背后的企图看的是非常明确的。它主要是拱火，因为制造麻烦、制造矛盾，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意图，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啊，既然这个印度它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或者是潜在的这个敌人啊来应对的话啊，那美国就把武器装备啊就是卖给印度啊。让这个双方发生这种摩擦，那么美国呢从中渔利。既然我们对他的企图和阴谋看得非常明确，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他的这些阴谋和企图要进行揭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就是对领土主权呢，对自己的这个边境维护的这种能力，加强呢在这些特定的区域或者是有争端的区域里边的防御的能力。